多肉度夏，死几盆都是少的，死一片的情况也是常有。那么怎么样在夏季给多肉保命呢？你去问多肉大神，大神们的说法都是多通风，少浇水，注意别暴晒。但是只有这几个字，其实对于99%的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做。今天花花把多肉度夏最重要的内容拆分成4个部分介绍，其中第1点是基础，而第2点的浇水则是重中之重，非常容易误解，也是多肉致死的最主要原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我们来说养多肉的高级课程多肉度夏。废话不多说，上干货。1. 通风。通风指的是多肉所在的环境位置，楼顶无疑是最佳的位置，且楼层越高效果越好。其次就是院子，但部分高层外挑是阳台，相比部分4墙围挡的小型院子，通风效果有过之无不及。院子之后是阳台，其中阳台的排序是外凸挑起转角观景阳台、凹阳台、底阳台、封闭式阳台，最后是室内。以上说的是大环境，如果你有院子露台，就别往屋里养多肉了。另外，多肉与多肉之间的摆放要有足够的空隙，大小高矮摆放层次分明，不要互相遮挡，也不要依偎其他花盆花架或墙面，否则摆放拥挤，不通风，缺乏光照。除此之外，及时清理掉盆里的杂草和枝干上的枯叶，也不要在花盆里摆放过多过大的摆件。部分品种非常容易爆芽群生，比如红志莲、地亚、冰梅等，生长起来互不相让，挤作一团。爆芽过多时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，比如延长浇水，调高土壤的颗粒占比，减掉多余不健康的萌芽，防止过于拥挤。这也是为什么缀化的多肉养护起来难度系数会大一些。良好的通风环境不仅有降温效果，还能加快蒸发因浇水或淋雨后叶片上留下的水渍和土里的水分。2. 少浇水，也叫控水。控水顾名思义就是控制住你的手，控制浇水时间，控制浇水量。1. 夏天一定要傍晚浇水。如果你通过天气预报得知明后天气温会降低或是阴雨天，那今天晚上浇水就很合适。但这要巧的是，你遇到的概率不高，或许近几天你的多肉并不缺水，没关系，你只要记住浇完水后第2至3天内要加强防晒措施。2. 针对性浇水。判断多肉是否缺水，可以观察叶片是否有皱疤痕迹，再用手摸一下叶片的软硬度。摸的时候建议选中外层叶片，因为有些时候最外圈叶片皱疤变软很可能是正常消耗。3. 分类浇水。比如正在休眠的仙女杯和法师就得延长浇水，浇的时候也要少浇，润润根就行。像鹿角海棠、乒乓福娘就喜欢水，浇水周期可以间隔近些，并且要彻底浇透。另外也要根据多肉大小、花盆大小决定浇水周期，小盆、矮盆、开口盆干得快，浇水周期要近；大盆、高盆、大度收口盆干得慢，浇水周期要长。花盆材质、结构不一样，透水滤水也不一样。同一时间浇水的话，宽口矮盆、麦饭石盆、爆裂盆水分会更早蒸发完，而瓷面小方盆则透水效果会慢一些。夏季浇完水后，很重要的一点是盆土要足够透气滤水，干扰透气滤水的因素有几点，比如土壤质料介质配比，颗粒多的土壤透气滤水会更好，反之则较差。比如花盆材质不一样，透气滤水程度不一样，往往透气滤水较好的盆养肉颜色状态会更好一些，比如土陶盆、麦饭石盆、火山石盆、木头盆。其次，花盆底部孔洞的大小也是影响透气滤水的因素之一。其二，平底盆比有角的盆透气滤水效果差，可以老考虑把花盆垫高，或者排水孔对准花架缝隙，其目的是让浇到花盆里的水能正常流走，不会长时间浸泡着根，加上气温高造成闷根的情况。但是有少数不明真相的肉友，不但没有让盆底正常透气，还给花盆垫了个托盘，防止浇完水后渗出。平底盆再垫托盘，不易排水，更不透气。4. 不要让天给你浇水，老天可不知道你哪些多肉需要浇水，一旦下雨，那就通通安排上。如果遇到梅雨季，那浇个10天8天都正常，肉可不喜欢这样的气候。
肉肉祖先选择的祖地可是干燥少雨的地方，所以下雨时你得做个防雨装置，别淋雨。做的雨棚一定是只有防雨功能，别妨碍了多肉通风和采光，不下雨时撤掉。5. 浇水方式。了解以上基本情况后，介绍一下多肉夏天的浇水方式。首先是喷淋浇法，此喷淋装置只适用于大规模批量种植的基地。移动喷洒式浇法，如果你养殖的多肉植物够大够多的话，这样浇水能省去你不少精力，但这种方式容易引起叶心积水，也会冲刷掉部分保护粉末。我们都知道，非水生植物的叶片长时间浸泡水里是会腐烂的。多肉叶片潮湿积水虽不至于腐烂，但也极其不利的。叶片上的水珠干得慢，也会残留水痕，影响美观。所以良好的通风环境会加快蒸发叶片上的水珠。如果你的通风环境不好，可以用气胆吹掉叶心的积水，也可以把纸巾叠成三角形后，用尖端触到水珠上，将水吸掉。其次是灌满式浇法，先扭掉喷洒头，然后调整水量，让水从软管缓慢流出，直接对着盆口浇。但如果是小花盆，不建议此种方式，因为大概率会把铺面石冲走。小盆可以用喷壶浇，如果盆真的很小，叶片还覆盖了盆边，那么弯嘴壶是不二之选。最后一种方式就是浸盆，如果多肉长时间未换土，或是因为颗粒少导致了土壤板结硬化，那以上浇法是很难浇透的，这个情况浸盆是最佳选择，容器里的水淹过盆口就行，通常泡5至10分钟足以吸透。关于夏季浇水，有主张干透浇透的，也有主张溜边浇的，这些观点都对，但要看情况，明显缺水的盆器很小，但对水需求大的都可以浇透。夏季休眠的长时间没浇，但又不缺水的就溜边浇。但有的多肉叶片不缺水不代表根不缺水，所以时间久了还是要润一下根。土壤长时间干燥状态时，毛须根是会坏死的。如果你浇透以后2天内叶片还是不饱满的话，估计是须根坏死了。不过这种情况问题也不大，在主根健康的情况下，继续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，会重新长出须根。多肉度夏，如果通风和浇水都掌握了，80%的概率多肉不会死了。但是第3点的防晒才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，看看你差在哪里。3. 夏季的光照与防晒。多肉要养好，光照的重要性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，但度夏期间保命要紧，那防晒是必须要做的。1. 夏季非挂区的景天科大部分都不耐暴晒，像仙人掌科、龙舌兰科、大戟科都有着皮实的外表，早期为了应对炎热干旱的环境，都把叶片进化成刺，所以这几类在品种上就比较抗晒。番杏科大部分也都耐晒，但要注意，扒了皮淋了水的和刚掰开的生石花还是会比较脆肉的。2. 锦类、小苗、土长的都不耐晒，要特别注意太阳光的直晒。3. 刚浇完水的不要晒，第一是潮湿的土壤经过高温和阳光的炙烤，会将根闷坏，导致烂根甚至黑腐的风险。其二是浇完水后，多肉叶片水分饱满，近30多度的太阳照晒，叶片就算不晒伤，化水的几率也大。还有一个是连坐型的多肉，非常容易在叶心积水，并且呈水珠状，像凸透镜一样，太阳一照折射后烧伤叶心。另外，大面积的水附着在叶面上，会阻碍叶片气孔正常释放氧气。4. 刚种植的、才换土的、未覆盆的都不要晒。聪明的多肉为了生存，应对环境自我保护，会在形态颜色上有变化，例如叶片上双白色的粉就起到了绝水和防晒的作用。刚刚也讲了，浇水时不要往多肉上喷淋，或许你给它洗个澡，可能是为了拍照，确实淋了水后肉会很干净，颜色也更明显。很多商家售卖展示时也会在多肉叶片上喷水，让多肉更鲜艳，从而促使买家有更强的购买欲望。但喷淋次数少问题倒不大，次数多了粉霜就掉了，就缺少了对抗日照的保护层。所以多肉度夏的季节不要抹掉它的防晒霜，既然它自己长上去，肯定有它的道理。4. 其他注意事项。夏季露养，即便是在云南开挂区，也有晒伤的风险，保险起见，一般都建议拉上防晒网。防晒网大多是1至3针，如果你所在地区较热，那么选2针3针视情况而定
4针及以上遮阳，非常好有徒长的风险。防晒网要距离多肉顶部1米以上平铺。在封闭阳台上养肉的朋友，8成是不需要担心被晒的，尤其是低层楼的，但要特别注意通风和控水。如果你在阳台加了外伸装置，那不光是通风控水，防晒也要考虑。最后，不管肉放在哪里，都要不定期转动方向，让多肉均匀地晒到太阳。通常7至10天原地转一面就可以，当然你要有空的话，天天转也行。以上分享的经验大部分来自于景天科多肉的养护，还有没介绍到的，欢迎广大肉友补充或纠正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